历经大半年的不懈努力，小云将这片荒野之地打造成一片生机勃勃的农场，开辟了大片菜园，并建造养殖基地饲养家禽。然而今天，农场迎来了2位重要的客人，他们看中了这片土地，愿意出高价将农场整体买下。经过一番详细的商谈，最终小云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将农场售出，拿到了一笔丰厚的收入。卖掉了倾注无数心血的土地，小云心中虽有几分不舍，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憧憬。手握这笔资金，小云并没有打算停下脚步，她计划重新选择一块新的土地，购买材料，从头开始建造一个更大、更理想的家园。建造新房所需的材料已全部准备就绪，新家园的建设即将正式拉开帷幕。前2天，小云将耗时1年多亲手打造的那座农场，以理想的价格成功售出，并重新购入了一块空地。他打算从零开始，建造一座更大、更理想的家园，开启全新的生活篇章。这2天，小云雇佣了拖拉机，在溪流中采集了大量的天然稀石和沙子，又购买了一整车红砖。今天准备正式动工，在新地块上仔细规划好地基的位置，用这些材料为新房打造一个牢固坚实的地基。新的家将从这片土地上一寸寸生长起来。
新房的地基已经建造完成，接下来便是在这片地基之上正式开始规划并建造房屋的主体结构。一大早，小云便搬来大量钢筋，按照设计图纸上标注的尺寸，将钢筋一段段裁切成所需的长度。裁切完毕后，他又搬出简易的折弯工具，将每一根钢筋夹紧，用力扳折，弯成预设的形状。他计划将这些加工好的钢筋捆扎成柱状的骨架，搬运到地基上规划好的位置进行固定，然后搬来木板和铁钉，沿着每一组骨架的外围搭建起方形的浇筑模板，用混凝土在地基周围浇筑几根牢固的支撑柱，作为新房屋最主要的承重结构，撑起未来所有的墙体与屋顶。等到混凝土立柱浇筑完成，便可以沿着立柱用砖块砌筑新房的砖墙了。高价卖掉了之前亲手打造的农场后，小云手握一笔充裕的资金，重新买下了一片荒地，准备从头开始建造一座更大、更理想的家园。这一次，他选择了造价更高，但更加坚固耐久的砖混结构，用天然石块亲手打造了牢固的地基，然后开始一砖一瓦的砌筑墙体。前2天，他已经将新房的墙体砌到了1米多高，并在砌筑过程中提前规划好了门窗的位置，将门窗框架稳稳地嵌入了墙体之中。今天，小云搭建好脚手架，站上架板，并拿起挖刀，沿着前2天的进度继续推进墙体的砌筑工作。他打算一鼓作气，将4面墙体全部砌完，然后焊接屋顶的钢架，为新房完成封顶。